何苗你好，我是潘明科，我目前在一家伦敦的 C 轮科创公司工作，我同时也代表 Sparks。Sparks 是一个由研究者主导成立的华人科创组织，我们的目标是促进跨学科、跨国界的交流和合作。今天特别开心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访谈，来讨论你的背景和分享你在英国做投资人的一些知识。谢谢你邀请我来。没事没事，那我们就先问你一些关于你背景的问题，因为何苗你之前在做过，你之前是有科研经验的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之前读博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怎么样的过程，然后你当时读本科的时候是什么东西让你决定要读 PhD 的？当时读本科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很清楚的觉得自己会想去国外读 PhD。就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很单纯的，就是觉得智力挑战很有意思。当时在本科的时候，当然我在复旦大学，然后当时复旦大学有一些，复旦大学的遗传系是很好，然后有一些研究室出了很好的文章，就是他们当时做转做子，发了细胞杂志，当时就是这种比较早期的 genetic engineering。然后我当时所在的实验室是金立的课题组，金立后来就是他是做人类遗传学研究方向的，当时在美国做了很多年 faculty， 后来回复旦大学当了生科院院长，然后他最近升为复旦大学校长，一个科学家变成了校长。然后我当时在他 lab 里面，然后就觉得能做一些新的发现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当时学了生物信息学，一个选修课，就觉得这个东西就生物信息学觉得很酷。然后所以当时很想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发一些很厉害的文章。然后当时还和我同学打赌说，我们赌谁先发影响因子是10以上的 journal。然后后来就都出国去读 PhD， 他去美国，我在英国。然后我去英国的原因就是当时觉得生物信息学很有意思，然后本来对英国也很有好感，就是文化方面觉得英国的文化很有意思。后来我在英国在Sanger Institute，就是基因组做基因组做得很好的研究所。我 PhD 做的是Clostridium difficile， 就是这个细菌的进化和传播。就是说这个细菌以前是很久很久以前它不是 disease causing， 但是后来它出于各种环境的原因，它自身的演变就变成一个在医院里边会cause a lot of infection and also antibiotic resistance。然后就后来发了自然遗传学，就算我本科的时候的希望实现了。然后对，但是后来 PhD 做到后来之后，我就觉得自己不喜欢，就没有觉得自己会想在这个学术界一直就是 focus on academia for the rest of my career。这样后来就转去了工业界。我们其实社群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在读本科或者说读 master 的学生，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以后要不要读 PhD。那当时你是怎么选题说要 PhD 想研究这个，可不可以再具体的说一说？我当时只是大概觉得，就是我没有选这个题目，但是我当时只是大概觉得说，我这个生物信息学当时这个领域，就是刚刚基因组学就是比较蓬勃发展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有这种大通量、高通量 high throughput 的这个 sequencing data， 可以用这种新的方式来研究一些以前没有办法研究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领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当时就比较 gravitate towards 这个 genomics 和 bioinformatics 这个方向。然后还有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自己的喜欢和自己将来想干什么可能有关系吧。但是我其实没有想好说我将来就是想在什么领域发展我的研究啊什么，我就是觉得这个领域
很有意思。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当时做细菌嘛，就是原核生物呢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怎么说，比较容易做出一些发现吧。就是如果说我觉得在 human 这个 system 是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 confounding factor。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担心如果我 PhD 期间做了一个很复杂的课题，没有发出很好的文章，我就不能按时毕业。当时有这种考虑，然后其实后来觉得其实也没有，因为英国这边的系统它不是说你非得要发多少文章才能毕业这样，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就只做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向，其实也都毕业了，所以问题不大。但是可能说你要找 faculty 的话，就是说你肯定要发个文章，你才能尽快找到 faculty， 所以就是有发文章的压力。那么接下来想问一下，就是关于你从 academia 转到 industry 的这么一个过程，当时为什么会决定想加入 Illumina 呢？当时 Illumina 就是很好的一个公司，然后我在 PhD 的时候做的很多数据来源其实就是 Illumina， 然后我当时想去 industry 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不想就一辈子做一个领域，我觉得就做一阵就做了5年，可能就觉得没意思了，就是后来我就换了一个领域。然后Illumina 呢，因为就在剑桥边上又很近，我当时没有觉得想搬到很远的地方，然后而且可以去 Illumina， 当时就换了一个领域。我当时在 PhD 不是做细菌研究，后来去那边做人类的这种 cancer genomics 方向。然后我很想知道说，就是当时想知道你这个学术研究最后的这个科技创新是怎么转化成产品的？因为 Illumina 的产品实际上是卖的很好的，然后也是还是一个很厉害的公司。它最开始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人类基因组进化完成的时候，那个时候 sequence 整个一个人类基因组大概得多少钱？好像就好几个 billion 吧，要sequence这么一个基因组，对吧？当时你用最原始的那种3个sequencing什么就很慢的。然后后来 Illumina 这个技术出现了之后，就 drive the cost down， 现在可能是几百块钱可以 sequence 一个 genome。然后就是因为你可以 you can generate a lot more data cheaply， 所以你可以做，所以他也决定了说你的 resolution， 你可以研究的问题就更广了，你的 resolution 更高了。然后所以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使生物领域行业变带来一些给这个领域带来一些变革的公司。然后当时就觉得这是我的 dream， 当时就觉得这是 dream job， 后来就去了，觉得还挺幸运。是的。对，我觉得在 industry 和 academia 明显感觉到 industry 你那个能产生的 impact 至少比 academia 要明显很多。那么何苗，你当时在 Illumina 的工作主要是有哪些方面呢？我当时在那个组，他们叫做 collaborations team， 就是有点像是负责和学术领域和其他的一些potential user、potential customer 做合作的，就是比如说，因为 Illumina 当时主要是卖仪器的嘛，就是仪器来测序。但是说你这个测序出来的数据的，它的应用可能是很广的，但是你有的时候可能你还没有开始发现说这个应用是，比如说某些应用也可以用我们的技术来达成。所以我们那个组也像说就是你通过和其他的 potential user 做一些合作的项目，像 collaboration， 这样就是你就可以发现说在这个疾病中你这个技术可以这样用，就是有点像说这个叫 customer discovery process。像是后来我们学的就是读了 business 之后，其实有点是这个 process， 就是一种 proof of concept POC project 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当时我那个组就是给这种 collaboration project 做分析的。那就是说就是你可以分析，因为外边的这个你合作的一些 key opinion leader一般是 academia 或者是 government 一些这种临床的 lab 吧，他们自己没有那种就至少那个时候他们不是说特别有经验，说我怎么分析这种很 high throughput 这种数据。然后所以你会跟他们有一些
有一些 engagement， 就是说了解他们想研究什么科学问题，然后你也就能够了解说这个将来的这个 application 可能是什么样，那我怎么样来够 tweak my technology to work for their purpose。然后我们当时主要是做癌症和一些 KPI 这个不同大学的人课题组合作。后来 Genomics England 就是他们有 Genomics England 当时 sequence 就是个100,000 genome project， 他们要就是这个是英国政府出资的这个测序项目，然后 Illumina 来参与，然后我们也参与，所以当时 Genomics England 也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之一。我们也参与了一些数据分析和一些早期的，就是说你为了分析一些数据的话，你肯定要搭一些 infrastructure， 就是你这个分析的 algorithm 是什么呀，然后你怎么样 make the best sense out of the data， 还有 accuracy 啊，这种 accuracy 什么这种 throughput， 还有这个 turnaround time 什么这种 improvement。 所以后来就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像技术上的这种metric 上面的进步，而不是说像学术界说我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就是说这是个很有意义的生物学问题，所以我研究它。但是工业界里面有一些课题是有一些项目，就是说我就是要达到更好的精度啊、纯度啊，或者什么，就是是很重要的，但是实际上做久了就觉得很 boring。我们 off the record 说，就是作为个人来讲，你做这种项目做久了，你就觉得这个就是很 boring， 但实际上是很重要。其实你想，所有的工程师，他们很多工程师做的都是这种，我觉得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工程师，我要是能把这个 efficiency 提高 10%， 比如我把 runtime 提高 10%， 那可能是超级大的进步，可能是对他对工程师来说应该是非常有成就的感觉。但是我就觉得，我当时觉得那某一时刻就觉得觉得 impact 好在那些，对，就是这种感觉。当然这也是后来的事情，但是最开始的几年还是很喜欢的。对，是。那么你觉得就是在 academia 和 industry， 除了就之前说到做一个东西，一个是做技术，或者说一个是做 optimization，相对比学术界是纯搞研究以外，你觉得这两个 industry 还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就是说可能是你工作的方式吧，因为你在 academia 可能你就是比较应该说在 academia 可能就是说你怎么说，我不想说是孤军奋战吧，但是就可能你比较自己主导这个项目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就是比如说一个 PI 说他有一个 idea， 他可以让下边的学生去做，他自己就觉得这个 idea 可以发文章，然后当然他有其他的 collaborator， 他肯定是对这个 field 有一定了解，他不可能说就去做一些非常异想天开的事情。但是如果在工业界的话，你肯定是你要和所有其他的部门保持 alignment， 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个项目要做，它有什么意义，它做完之后它如果它成了能产生多少 business productivity 的 improvement， 或者说是商业上 sales 方面的有一些好处，或者说就是 strategy 说对于拓展和市场和客户有一些什么好处。然后你就是说你能做的东西在这个公司里面呢，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怎么说呢， what impact you can make to a large extent 是 determined by external factors that are 你自己没有办法 control 的。比如说我记得当时是当然我们有一个 VP 想做一个什么项目，然后后来觉得那个项目呢，就后来觉得是我们公司不太适合做，然后就出于说你这个公司在目前这个市场里的位置，就是你不适合花很多 resource 去做这个项目，可能不太合适，就是说它这个 return of investment 可能不是很高，后来就没有做成那个项目。然后我当时是就是假如做的话，那个项目就是我也会参与之一，然后就是这类的事情吧。所以我就说有很多就是 team 这样的 collaboration 和 alignment， 最后当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和很多不同的人一起工作，所以你可以向他们学到不同的东西。就是有些人可能是比如我是个 biologist， 有人是 engineer， 有人可能是做商业方面的，就是他可能是 commercial 方面，所以他可能思考问题或者他做事情的方式可能让你学到一些因为 science 就会比较
他可能会就在一个学术圈里面就待久了，就是说在象牙塔里待久了，可能人会和世界脱节。其实也没有脱节。我觉得有些教授就其实也还是就是非常 up to date with the world。是的，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就是禾苗你关于在英国投资，或者说英国投资早期欧洲公司的这个工作经历。那么当时你是为什么会想从 Illumina 的科研工作转到现在的 VC 工作呢？当时就是像我之前说，做一段时间就觉得自己的 impact 有限。还有就是有时候，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掌握你自己工作的内容，因为你最后做成了什么项目，也可能是市场部说了算，市场部觉得这个要做什么，我觉得其实是很重要，因为你确实你大公司要做什么项目，研发什么，要研发什么项目，是绝对是要有一些市场的 research 来指导。但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 I don't have the big picture， 对吧？就是感觉好像是就是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很有用，所以我们就要去研究去研发这个东西。那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很有意思，为什么不能研发那个？就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哈。然后那个后来呢就觉得还有就是生物是一个很大的领域。那我当时是做 genomics， 虽然 genomics 很有意思，但是那个时候大概是13年14年吧，14年的时候。后来 genetic gene editing 像 CRISPR 啊，然后 cell therapy， 当时最开始是 immuno-oncology， 那时候 Keytruda 什么这种药，然后出来之后这是针对癌症的新的药，新一类 new class of cancer therapy， 包括后来有 CRISPR 还有 cell therapy， 然后我就觉得这些都很有意思。然后就觉得说生物这个领域是变得很快的，我就想说怎么样才能和这些技术呢也打交道，能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个 industry。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是在一个大企业里待久了，就觉得一个小的机构可能会比较有意思。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开始知道有 VC 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是已经是蛮晚的了。我觉得可能有16年这样子吧，16年这样，16年、15年、16年的时候知道，然后就觉得这个职业太有意思了，就觉得听上去很棒，就既可以研究新的领域呢，又可以把这些东西转化成价值。那就是说，你要对科学有研究，但是你也要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市场，就是要放到市场上是什么东西 ，what can work。然后当時就想办法转行去那边，就想到转行的方式，就是考虑了一些原因，考虑了一些路径啊，最后觉得读 MBA 可能比较适合，后来就读了 MBA， 然后转去做一些。是的。那禾苗你就是通过自己做科研的经历以及现在在做投资的这个经历相对比来看，你觉得就是在做科研和做投资的时候，对于人的品质需要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和一些不同的地方？我就讲一下，因为我做投资还是比较 technology 和 science heavy 的这个投资，就是然后呢，相同点就是说，你需要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你需要有 curiosity， 想了解其他的事物的这个好奇心和迅速学习事情的学习新东西的能力。还有就是对于沟通能力来讲的话，应该说是做 investing 对沟通能力要求更高，他对情商的要求更高。就是说，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判断力和决断力的话，应该是做 investing 要求更高的。可能在学术界里，你可能不需要。有一个区别就是说，你在学术界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你只是说你想研究清楚一个问题，而不是说是 a lot of time 你就是 try to understand more of it， 就是你当时在学术界干。但是如果你现在在做投资的话呢，就是 you don't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to understand the detail of it。然后呢，你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资源的情况下做出一个 decision， 就是这个
making decision with ambiguity 这个能力很重要。然后情商很重要，是因为你是在和不同的人合作，所以说这个项目能不能做成啊？将来说，然后说，和一些 entrepreneur 一起合作，肯定有一些，有很多协调沟通这方面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当时我记得。我听那个 podcast， 就是美国的 Sequoia Capital 的一个 partner 叫 Alfred Lin， 他投了 Airbnb， 我记得是 Airbnb 和 DoorDash 都是他投的，然后那两个公司好像是前后脚上市，就是他是一个 partner， 就是他据说他当时是在 Sequoia 待了10年之后，就突然他投的公司就前后2天就上市了什么的，然后当时他被采访。人家问他说：“你觉得做 investor 最重要，做 VC investor 最重要什么？”他就说是 IQ and EQ。对，所以情商也是很重要。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作为 investor， 你们会不会有这么一个焦虑，就是fear of missing out，FOMO？ 就比如说这家公司之前可能 board 决定不投这家公司，但是之后发现这家公司其实它的增长空间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么一个 FOMO，fear of missing out， 你觉得作为投资者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心态？我觉得会有啊，我觉得大家都会有 fear of missing out 的情况，就是，但是你要看说你最后这个做一个决定的话呢，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就是2点吧。一是你在做一个投资决定的时候呢，我觉得一个好的投资团队应该是一个平衡，就是这个决定是一个大家平衡协调出来的结果，不是说这个人觉得他就是你一个人觉得这个项目好，可能 it says something about the project， 但是如果说大家都觉得这个项目好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项目是真的好，而且。当你觉得这个项目好，这点本身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当然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 you want to invest in a great company, but at what price you're willing to invest in it？ 就是你如果花了很多钱去投一个项目的话，它可能有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本身，它可能是一个好的项目或者好的 project， 但是它也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因为你买的时候太贵了，所以估值很重要，就是说然后估值这一点呢，就是一方面是这个公司本身现在就它的它目前的成长情况看它本身值多少钱，还有就是你对于这个市场的未来的发展的一个估计和一个预测，能够 influence 这个，就是说它 give you an impression about 这个公司将来能卖多少钱，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公司将来的前景。其实是很难估计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市场怎么演变。比如说，你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公司怎么演变，可能已经不错了，但你不知道这个公司在这个市场里怎么演变。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作为一个 investor， 就是说，可能看不同的 firm 什么 strategy 嘛，但我觉得不能买东西不看价，就是这一点。对。所以valuation还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对。那么讲到市场的话，你觉得目前在生命科学或者生命科技这个行业里，有哪一些潜力很大就值得关注的一些技术和趋势呢？有很多，因为这个领域最近生物科技领域发展非常之怎么说？就是很蓬勃，而且有很多非常非常令人激动的发现。然后，比如说，我觉得 in vivo gene editing 应该是一个趋势。就是在体内的基因编辑，大概是去年2021年的时候 ，Intellia 这个当时出了一篇文章，就是他们可以在患者体内通过CRISPR 来 edit 那个基因，导致了这个他们好像是他们要knock down一个蛋白表达，然后那个蛋白表达降低了，这是一个应该是第一次的这个 in human 的 in vivo gene editing 的 proof of concept， 所以当时就是大家都觉得哇哦，所以我觉得 in vivo gene editing 是一个趋势，虽然现在看来
有很多技术上的挑战，比如说递送啊，比如说就现在可能是还有一些可能 safety 方面的 concern， 但是未来这个方向应该是一直会发展下去。还有比如说CAR-T 就是 cell therapy， 我刚才说的是 in vivo gene editing 嘛，就是你可以做，也可以做 in vivo 的 cell therapy， 就是现在的 cell therapy。像他们第一批的这种 approved 的 cell therapy 是 autologous， 就是说你把病人的这个细胞拿出来，然后你在体外做一些编辑之后，你再把这个细胞放进去，放回病人体内。但是现在有新的 next generation 的技术，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一个载体就给这个病人注射进去，然后呢，它可以在这个病人体内生成新的 CAR-T cell， 然后这样就省了很多事儿啊，因为你要在体外编辑这个细胞，然后你要把这个细胞检查好了，说这对 cell 这个是 quality 是过硬的，等等等，就是说这个都add to the cost 嘛，所以你要让做 in vivo cell therapy 就是很棒的。然后 antibody drug conjugate 是一个 new class of therapy， 然后最近几年的就是 targeted protein degradation， 也是可能是一个新的 modality。然后 machine learning itself should be 肯定还是会在这个领域持续的起到作用的。对，可能应该是在生物领域的各个方面吧，应该是持续会发扬作用的。了解。那么作为投资人来说，尤其是作为一个投早期项目的投资人角度来看的话，一个成功的科技公司或者说生命科学的创业公司要具备一些什么东西呢？这个可能就是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但是早期的团队，我觉得早期团队会很重要。就是你肯定是 science is very important， 就这个科研创新本身应该是要足够的有how do I say， 足够的 differentiate 然后就中英夹杂，真是就想不出其他的中文词了。所以要看，比如说一个好的项目，应该是这个在它科研方面一定有非常独到的一面。然后呢，团队就是说，可能的确是要有很真的懂这个领域的、懂这个技术的人才。然后呢，但是因为作为一个初创公司，而且是在这个领域。这个生物领域就是做初创不是很容易，应该说门槛比较高，不像说我要做一个软件公司，可能就是会写软件的人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就搭出这个 minimal viable product， 是吧？我觉得生物公司的话，你肯定是要早期做一些 de-risk 就是 an experiment to de-risk 这个 project， 就是说我要就是这个，比如说我最终想达到，比如说我想把这个技术用在体内编辑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怎么样用来治一个什么什么病，然后你就要想说，那我这个要达到那个目的的话，中间有什么 risk， 然后我就要一步一步做一些实验，能够怎么样能够 de-risk 这个东西，然后你每一步实验成功了，就是说这个就 to a certain level 就 de-risk 这个 project to a certain extent， 然后呢，你那些实验也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investor 都想看到的 proof of concept， 因为 investor 要投一项目，他肯定说他要估测这个里面的 risk 有多大，所以这些早期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 plan for hitting these milestones so that you can de-risk that you can demonstrate the de-risk，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要有这个 planning 和这个 milestone 和就是说你这个团队的。就是说 goal 吧，你要 set yourself goals， 这也是很重要的。对，我特别喜欢你之前提到，就是说要 de-risk， 要把比如说他们想达到的目的中间的这些 risk 的找出来之后，然后用实验的方式把它尽量的减少。作为科研人员来说的话，如果是一个科研人员，他们如果想成为创业者的话，你觉得他们现在会遇到最大的问题会是哪一些？
我觉得这要看什么样的公司，因为像我刚才说那种要 de-risk， 就是用 scientific data 来证明 de-risk 嘛，那就是说，我觉得那种是可能说我只要证明这个技术足够好，就是后边的市场的 risk 可能就比较小。比如说啊，就是你要研究，你要说我要这个病，就比如说什么疾病是一个目前没有办法医治的一个 uncurable 一个病，然后你就说你知道说如果我能做出一个药来，这个市场我肯定可以拿得下来。这个时候你只要，所以你的 risk 只在 scientific 方面，你只要说我只要证明这个技术是可以的就 OK 了。但如果你是这是做药的公司，那如果你说我是做就是做一个比如说我是给生物行业领域卖某种技术的，我是卖软件的还是卖什么技术的，那时候你就说你是比如说你是卖一个 device， 然后一个 medical device， software some of the softwares are type of medical devices， 所以你就要一些 commercialization 的这些tricks， 也不能叫 tricks， 就是 you need experience to commercialize。那就是说，因为像这种的，它市场方面的 risk 也还是有一定的市场 risk 的，所以你怎么样才能够 navigate 这个 market risk 呢？所以有 sales 经验也是很重要。就是说，这个 sales 指的是，就是说你怎么样 communicate your vision 啊，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个故事讲好，说让大家明白说我这个公司是干什么的，我们想将来达到一个什么目标，我们的每一期的这个 milestone 是什么？然后这个是至少是这个故事是给投资人听的，就是大家能明白说你这个公司是干啥，你将来的想象，你将来的 vision 是什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说 how do you land customers， 就是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再棒的技术或者产品，如果你就没有卖出去的话，相当于你没有得到相当于你没有 achieve 任何 impact 嘛。然后我觉得科研人员可能有一点，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做这个发现或者这个研究，他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你想做出一个新的发现，说你做出一个新的产品，就是本来就是很难的事情。然后，但他们会 underestimate， 实际上和人打交道，能够 convince 别人，能够就是 find out，就是找到一个 mutual ground， 然后说哦，你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的产品可以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就这一系列 sales 方面的这些软的技术，其实是软的 skills 也是很重要的。就是 you shouldn't underestimate that。是的，我同意。因为之前其实在怎么说呢，在学校里做的一些 science 的 project， 很多时候大家都非常是注重技术，然后很多时候过于注重技术，以至于忽略了市场上面的一些 signals。所以我能理解你之前提到的这些东西。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会是和上面这个比较相似。就比如说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VC 除了给企业投资提供资金以外，还会帮助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呢？就比如说这些 business model 一些 soft skill 相关的东西，不知道会不会也提供这方面的帮助？我觉得会提供一部分，因为做 VC 的人一般都是至少是有经验的，对这个市场有些了解的，然后所以他们会有一些 network， 然后就是说可以介绍创业者去给一些和业内的其他一些可能是潜在的客户啊，或者说是潜在的mentor 啊一些交流。然后呢还有就是 VC 的话，就可能也看不同的 VC 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参与程度吧。就是有些 VC 他们会 lead round， 就是他们作为领头的 VC 可能就会在这个公司的成长中起到的作用大一些。那有些跟投的 VC 呢，他可能就是在 board 上面可能会有一个 seat， 但是就可能是他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会说很大程度上参与，比如说 key hire 啊，我要 hire 一些就是说这种 senior 的，比如说 chief CFO 啊或者 CMO 啊，这种highlight key hires 可能要就是可能是一般来说，当然这些肯定是这个投资人，包括就是董事会上面的一些成员，大家一起协调决定。但是这方面一般来说 key hire 是 VC 可能会起到比较大作用的一个地方。
嗯，然后我觉得有些 VC 应该说大部分 VC 都是，如果这个团队很棒，就这个公司很棒，这个 CEO 什么对大家都很棒的话，就是 you're your own expert，那 VC 就很高兴，他们就是说你们自己就很棒，所以我不需要管什么。我觉得 VC 肯定特别开心这种，就是嗯，但是当然就是比较有经验的 VC 都会在公司需要的时候，就一定程度上参与。嗯，是我之前也听说，至少在我们公司，我们的 co-founder 会去参加一些 VC 组织的那种活动，就是让大家，就是让他投的所有 portfolio 的 co-founder 都在一起，然后讨论，比如说你这个是在 Series A，然后我们怎么从 Series A 到 Series B 的这些经验分享，然后同时也是 networking 的一个方法，当时就觉得挺有意思，挺好玩的。对，我觉得可能是个 networking 很重要，可以从不同的其他的 founder 上面，就是 founder 的经验中学到一些，汲取营养。对，是的，那么就是如果是 VC 的话，你们一般是怎么找高质量的创业团队呢？这个时候一方面是靠 network 都是多年积累的，然后一般做到合伙人级别的这个 VC 的合伙人，他们 network 都很好，那他可能这些就是从他之前投过的公司的就认识的人啊，或者董事会其他认识的人啊，等等等，或者业界其他的人，他们就会通过这些各种 network 吧，就会知道一些很棒的创业者。然后还有其他的方面，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投生物技术的话，这个就是出好公司的，应该说出好 science 的这个地方是有限的，就是你知道肯定是大概是肯定是至少可能一般来说是在大学里，这就是跟软件公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软件公司的话，你可能是一个很棒的 coder，他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写出一个什么东西创一个公司。但是你生物公司的话，一般肯定还是至少是有实验室的地方吧，我觉得可能是。所以你就 narrow down your universe of search。还有就是有一些 conferences，那是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的高质量的会议，就是这种峰会什么的，然后会有公司去那边 present，然后需要 meet investor。对，哎，是这你之前说的这个 conference 这一块，我记得比较出名的一个是不是 JP Morgan 有一个 Life Science 的summit，好像是在美国西海岸，他们都会举行这么一个 summit，就是把一些投资者和小公司，包括一些做大了的公司都聚集在一起，都是在 Life Science 这一块的。对，JP Morgan 每年大概是1月份，就最近是刚刚进行的，但是今年包括最近2年都比较 virtual，然后很多人都在线上 meet 一些公司什么的，对。那么提到，比如说，你看 JP Morgan 啊，或者说美国的 VC，从你的经验或者说你的个人感受看来，国内英国或者欧洲以及美国的 VC 有一些什么比较大的区别？美国的这个 ecosystem 比较成熟，他们包括科技转化，从大学的技术来转化成 startup，然后怎么样把大学的这个，因为你这个生物领域技术转化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这个这个专利的问题。然后美国当时是我忘了什么时候，它有一个法案，它规定了说从大学的实验室出来的技术成果转成专利的话，就是大学会拥有这个专利，就是大学有一定程度上它可以有这个专利，然后大学就会把它这个专利就 license 给这个从这个大学出来的公司嘛，就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呢，还有很多比较有经验的投资人去来 assess 这些 science 这些 project。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要有
既懂市场，就是有 commercial sense 又懂 science 的人才。那么人才本身就是说，他可能是 entrepreneur 啊，他也可能是 investor，知道怎么 assess 这些 project 的 potential。所以然后包括美国的公司有很多非常有经验的，他们比如说他们一般来说可能都是蛮 established， 可能就50-60岁这样子，然后他已经自己成功的可能把他做的公司都 IPO 了，然后他就有这个经验，然后他这个，比如他从这个公司离开，他可以去下一个公司，就是他有一个，比如说他做的这个公司，无论是上市了，或者是被大公司 acquire 之后，他相当于他 exit 之后，他就可以就是继续做他回来去做另一个公司嘛，然后就这种人才的 recycle 很重要。我觉得人才对于其他的2个 region 的话，我觉得可能中国和欧洲都是就没有美国那么多非常有经验对市场和科技就对市场和科技和这个发展公司做公司的这个经验那么丰富的人才，我觉得是比较欠缺的一点。然后中国现在的优势就是 capital 很丰富，所以就是对这个领域的热情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 science 比较好的团队在中国很容易就能拿到funding，所以这点是对创业者应该说很有创业者，我觉得中国很有优势的地方。是的，那么对于早期的华人创业者来说，在英国创业的话，他们在英国有哪些可以利用的本土资源可以推荐一些呢？英国有很多，有一些政府的这个创业方面的支持吧，比如像 Innovate UK 啊，就这种 grants 这种一些项目，然后这边有不同的 accelerator，像大的公司像 Illumina 有一个 accelerator，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有一些像 Entrepreneur First 什么的，他们也会就是本来是他们是 get people to meet together， 然后他们组成一个团队嘛，就是他对这个 client 和这个 entrepreneur 的一个培养都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还有就是我知道有一些 PhD 的 funding 的 project， 它可能是说这是一个 PhD project， 但是你可以去 industry 做一段时间的项目，应该也是很就是可以不断培养科学家，而且让他们会对 develop product 也会有一些经验。我记得你是非常喜欢看书的你会想给大家推荐哪3本比较重要的书呢？就我还蛮喜欢，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多读读书，但是我觉得我读的也不够多，然后有一些书我很想读，但是还没有读到，所以就没有办法推荐那些书，我只能推荐我读过的书。我很喜欢 Peter Kotchansky 写的叫 The Great American Drug Deal， 然后就是他I have here 就是这本，然后可以，他是对他是 RA Capital 的这个 managing partner，RA Capital 是在美国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生物医药基金。他当时是这个作者当时他从哈佛 PhD 毕业之后就开始做生物投资，后来做了很多很多年。他这本书讲的主要是关于 drug pricing 方面的一些 debate。因为像 drug pricing 美国有很多可能有一些我觉得可能是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人会觉得说他们对生物领域对这个生物行业有一些误解，就是他虽然觉得他的确是有很多药就是大家买不起，别人买不起，就是一个很痛心的情况，但是你只能说这样说，你就只给药物就定价，把定价砍低，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 Peter Kotchansky 大概在里面主要是讲这个问题，但是他讲了很多关于这个药物的
市场啊，或者这个药物的研发方面的一些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一本，然后第二本就是Peter Thiel 的《Zero to One》，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是很小的一本书。然后你看我坐的离书架很近，所以都能拿得到，就是这本了，就是《Zero to One》Peter Thiel，就是这样。然后他是一个 great thinker，也是他讲的关于很多市场竞争啊，还有说还对于个人发展的他的看法，包括这个世界的技术的科技的演变，有他自己独到的看法。我很推荐他当时的一些讲座也是很好的。他当时这里面有一章叫 Competition is for Losers， 他以前做过一个讲座，在斯坦福做的那个讲座，就是题目就叫这个，你可以在 YouTube 上搜，是很好的一个讲座。然后第三本的话，就给你们推荐一个杂志吧，就是 Nature Review Drug Discovery。我非常喜欢这本期刊。他不但会做一些药物研发方面的 review， 而且他会做一些 news feature， 就是可以让你就好像是在看，就不是很 serious 那种科研文章，就是没有说这种 figure 1 to figure 12这种，但是他会讲的深入浅出，讲这个领域的研发一个药物大概的 approach 是什么，然后目前的不同的公司他们在做什么 approach， 然后会make you feel really up to date. At least will help you get up to date to the field. 非常喜欢的杂志。好的，谢谢苗。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如果就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你会想给现在在做科研、对创业感兴趣的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我觉得首先是可以和不同的人多沟通，然后寻找自己最 passionate 的地方，无论是说是 perfecting technology， 还是说希望能够把产品带给不同的人来 make impact， 还有就是可能要多就是意识到技术是一方面，但市场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了解这个技术是不是能够在市场能够与世界接轨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不能说developing a technology， 然后我说我就是觉得这个技术很好，但是你没有看到它的用途的话，就会就没有办法it's like a technology looking for a solution， 这样不是一个很好的，就不能做成一个很好的创业项目。然后就多 explore 和创业有关的内容，无论是书啊，还是听一些人的 review 啊，然后和一些人交流啊，podcast 啊，比如 Spark Podcast， 应该是很好的一个资源。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并且为之努力。是，好的，谢谢。那么这一期的 podcast 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禾苗再一次参加我们的 podcast 和我们分享你的心得和你的经历。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再说什么。非常感谢，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对，我觉得我好像说的不是很流利，很多地方就用中文比较词穷，就没有说过，用这个不太习惯用中文说的这一些内容吧。希望就辛苦编辑了。没事，我觉得我觉得很有用，因为之前你讲的很多 insight 都是我感觉很多科学家是不会想到的。就很多时候大家都是专注于做科技，都不特别专注于做市场。然后我觉得市场应该是为主，科技只是一个 solution。对。但是就是说，其实做科技就是想做出一个产品的话，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就是你想花有的时候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革新、进行创造，其实是很难。所以真的是要花很多精力在上面，可能才做好这个东西。但是
的确是不能忽略市场。所以说一个团队有不同的才华，就是说 different talents 和 different expertise together 才能把一个技术公司做好。所以我觉得能做好的 startup 就是好的技术公司都是很不容易，都是很棒的，因为做的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确实，我同意。